墨家文化到底有多么可怕？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。墨子认为，天下之所以乱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做不到兼爱。何为兼爱？人人平等，没有阶级。他同样反对儒家的等级制度，拉开贫富差距，让穷的人越来越穷，让富的人越来越富。墨子认为，当时乱的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做不到兼相爱，导致君臣之间、嫡庶之间、男女之间、你我之间出现了战争、剥削、压榨等方式谋取私利。如果都能做到兼爱，用兼相爱的方式交换利益，那么就会阻止乱这一现象。听起来似乎很难实现，人都是有私欲的，怎么做到兼相爱呢？其实如果你懂得历史，比这更难的事都实现了，只不过我们是不以为然。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，将人分成等级，构建等级社会和血缘世袭的阶级利益，然后让穷苦百姓家的孩子一辈子都要认命，提出君子以固穷，贫穷也要安贫乐道。不仅自己要这样，你的下一代、祖孙三代，甚至世世代代都要这样。反观呢，出生贵族，他永远都是贵族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如果在之前我们没有这么想，然后儒家刚提出这样的思想，你会认可吗？一定不会。但是结果呢，在汉朝到清朝2000多年的历史中确实实现了，并且这种思想已经深入骨髓。儒家还提出官民要分等，导致官官相护不作为，底层老百姓似乎没有正义可言，提倡男尊女卑，把女性做出一系列的道德绑架。三从四德先不说，还有裹脚这种陋习，居然在我们的历史中能存在1000多年，把脚趾骨折断，还说什么3寸金莲。要说刚开始第一批人一定很难受，因为政策导致没有办法，只能忍受。而在后出生的女孩呢，出生父母就会告诉生下来的女孩子应该裹脚，可能就没有这么难以接受了，因为觉得这是出生注定的事情。而这种残忍把好人变成残疾人的政策都实现了，还有什么难以实现呢？儒家提倡守孝制度，说父母死后要守孝3年，并且在这3年里不允许你参加任何的劳动和生产，还不允许参加任何的社交和娱乐，每天都要哭泣。最后到什么样呢？丈而后能起，福而后能行，这才算完。这种制度在历史中也实现了有1000多年，还是这个原理。如果本不是这样，在你30岁的时候突然提出这种守孝制度，或许你也不能接受，因为不劳动不赚钱，荒废生产，自己和家人会吃不上饭的。但如果政策一直在，社会风气还在大涨，你的下一代，你的后3代人呢，他们出生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就都接受了。所以说儒家文化荼毒了我们2000年。这几个儒家文化制度随便拿出一个，我都觉得要比实现兼相爱更加的难实现。其实如果用几代人的努力，都可以做到看似比任何登天都难的事情。兼相爱就是没有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，人人平等。你家财万贯，不会看不起一个普通的人，你想获取私利，不会通过野蛮、剥削、压榨等方式来获取，这才是实现兼爱的目的。人人平等，反对等级，才能更好的调动起底层老百姓的积极性。底层老百姓的劳动、生产、创新上来了，才可能让一个文明迅速的进步。如果上层不断的对底层进行压榨和剥削，那么文明就会发展停滞不前，这才是实现兼相爱的根本核心。儒家文化提倡士农工商，导致历史中的商人和创业者的身份地位极其低下，不认识点关系，寸步难行，哪还有时间谋发展和创新？而上层的人士满足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他们贪图享乐，根本不作为，上下都不发展，这个文明还能发展吗？所以实现人人平等的兼爱思想，互相制约非常关键。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，这次新文化运动除了墨家，其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点，都是护卫皇权，然后自上而下的存在。尤其是儒家文化，除了护卫皇权，底层老百姓可以说是苦不堪言。而只有墨家文化的10大思想，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尚同、天志、明轨、非命、非乐、节葬、节用，都是自下而上的存在。所以墨家思想一经问世，迅速吸引底层民众。有石匠、木匠、手工艺者，最高峰可达10万之众。他们当时几百人就能左右一场战争的胜负和国家命运的走向。他们一声令下，敢为大义赴死。他们不仅拥有着我们今天都无法全面接受的超前思想，当时还拥有着本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黑科技。墨子所提出的原子理论的雏形和针孔成像实验、宇宙时空论，至少要比西方科学家提出的理论观点领先1000年以上。在那个蛮荒时代，他就喊出人人平等、兼爱非攻、强本节用、天志明轨的思想，可谓是异常的惊人。秦国还在弱小的时候被魏国欺负到丢江弃土，秦献公和墨家合作，10几年时间就成为了最强的国，随后就一统天下。有人说秦国强大的原因是商鞅变法，是秦国拥有的虎狼之师，其实这些都是术，不能单独存在。
而背后的文化才是最核心的驱动力。秦国是墨家文化，秦国能统一六国也是背后的一场儒墨大战。在墨家文化的商鞅变法就是墨法，在儒家文化的商鞅变法就是儒法，发挥出来的效果和调动底层民众和士兵的积极性是不一样的。在儒家文化的士兵和墨家文化的士兵的精神也是不一样的。墨家文化是不畏生死，具有超强信念感的存在。儒家文化是等级制度和对底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绑架，战魂完全不同。5万清兵入关就大败300万南明部队，这就是最眼睁睁的例子。投降的太多了，汉奸太多了，根本无法战斗。从今天我们往回推2500年，墨家文化主导的朝代它只有秦朝，其他都是儒家文化，所以我们的历史发展极为缓慢，一场五胡乱华，汉族几乎被。这就是儒家文化和墨家文化的根本区别。大看文明发展，小看个人发展，墨家文化才是迅速崛起的底层逻辑。这本图文版的墨子推荐给大家，它内容不仅很全，还有翻译、有注解、有小故事，方便大家理解。